欧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Chipmunk 花栗鼠的塔罗频道，我是小乔，很高兴大家又来收看我的频道，听我解牌。如果信息有对应到你，或者对你有一些帮助和指引的话，欢迎大家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给我的视频点赞留言让我知道哦，或者写下你们的故事也可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积极的点赞留言，向宇宙领取属于你们的好运。那今天我们要做的题目呢，就是看看从现在起到未来半年，你们会收到哪些来自天使宇宙的祝福呢？你们会有哪些好运呢？还有就是你们会在生活的哪一方面有比较突出的一些改变呢？爱情、事业、个人生活，还有一些其他的讯息。那今天我们多例组选项，我们是有4组选项。第一组是这个，这是绿莲花岗岩，之前也是出现过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这个石头就感觉像是在看一条蛇一样，就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石头也很漂亮哈。那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呢，就是这个黄铁矿，这就很刚的这个石头，就是一股金钱的能量在流动啊，就很像钱。这是第二组。第三组是这个出现过的天使石。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石头啊，就很治愈、很疗愈的一个能量，很舒服啊。这个石头，这是第三组。那最后一组呢，就是我们这个绿莲石，跟前面这个绿莲花岗岩名字也特别像哈，有2个字都是重复的，它也是带点绿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4组选项啦。选好了吗？选好的话，我们就从第一组的解牌开始啦。Hello， 选到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选到是这个绿莲花岗岩，这石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款石头啊，也是主我们的这个下3轮的一个能量啊，主要是我们的本我轮啊，也是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信心，还有一些其他的能量，非常好的一块石头。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组的宝宝们在未来半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宝剑8。圣杯8哦，好多8呀！你们权杖3，宝剑10，星币10。哇，我们有这个土象女皇，还有我们的这个权杖骑士。感觉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会在未来，哇，又有一个星币呀，好多星币呀，你们，还有一个，这又是一个星币啊，星币8。我觉得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半年时间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啊，有很多事情都会发生。我会倾向于感觉第一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半年时间可能会经历某种高度个性化的一个重生啊。对，我感觉就是一个重生，可能对你们来说好像半年时间有点短啊，半年之内能否出现一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有点像太快了，好像不太可能的感觉啊。但是给我这种就是一种涅槃重生的感觉，好像很远一样，但是实质上你们未来6个月是有可能展现出这样的一个重生的，而且是用一种很神奇的一种方式，可能你们之前都从来没有想过的，可能也不觉得这是对你们来说是有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我看到你们这个内在的平衡，就是偏个性方面那个平衡，会在未来半年之内恢复啊。你们会把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吸引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感觉到自己在慢慢的往平衡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前进的话，我觉得你们的生命当中在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奇迹哦，就是不管是你们的挣扎也好啊，或者是你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也好，使得你们现在的一个内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你的生命就会出现奇迹，就会有一些类似魔法的事情出现在你们生活当中。
同时因为你们内心这样的一个平和、平静、平衡，也会让你们的生活就现实层面也会达到一个平衡，再次的平衡吧。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啊，第一组宝宝们，就从现在起未来半年，你们会好像感觉自己内心的那个力量又回来了，就自己整个人好像都平衡了，你会把你之前失去的那些能量都找回来，就被烧毁那种被刺痛的那种感觉，被毁灭的那种感觉都找回来，你会找到你自己已经失去的个人力量。我这边看到是，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也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找回自己的力量，你们非常非常棒啊。我觉得你们在未来感觉就会像是你一天之内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有条不紊的进行，你的自身的感觉也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满血复活了一样，自己好像就是已经完成了一个充电的状态，你能够把你想做的一些事情啊有条不紊都做完，就是能够做好也能做完，然后你也是能够去再次的利用你自己的生活，充分利用啊。这边看到是有好多杯子啊，圣杯八，我会看到你们在未来半年可能会选择要离开一段感情，或者离开某个人，甚至是不是感情也不是人，可能就是你之前的一个状态吧。我是看到这边有一个离开的决定的，离开的一个举动，但是我这边看到是，虽说你在离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犹豫啊，或者是说在离开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徘徊这种感觉，甚至是说你在离开之后可能会觉得就真的是就是言不由衷那种感觉，就很痛苦很痛苦。我知道你离开这个事情啊，这个感情啊，或者这个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能看到是你很痛苦，而且你再三犹豫，但是我这边同时也看到是你在之后会更加去享受跟自己独处的时光，你会更加享受自己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同时在未来半年其实你身边也是不缺人的，你这边是有一个骑士的，所以就完全不用担心，之后你也是一个土象女王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感觉你会变得更爱自己一点，你会懂得如何去照顾自己，如何去第一时间去照顾自己的感受，去调节自己身上的一个能量。所以说在这半年时间，你们的一个成长啊变化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一开始我就看到了一个重生的能量，可能是在前期的这个能量上啊，你们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可能是有一些压抑你们的能量在里面的，所以你们可能在前期是需要调整。但是我觉得后面啊，这牌全是好牌，而且基本上全部都是星币牌。你们牌面里面有3个八呀，这个宝剑八、圣杯八，包括一个底牌星币八，你都是感觉在未来半年，你们可以把你的八当做你的幸运数字，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常看到888这样的类似天使数字这样的，可能也是提醒你们，你们已经到点了，你们可以迎来这是胜利的曙光了，就非常非常好啊！你这个八真的是出现在我意料之外，还有就是2个10。这2个10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涅槃重生这样的一个感觉嘛。可能就是内心的上一个你已经死掉了，过去的你已经死掉了，迎接你而来的是一个更加坚定、更加稳定、更加沉着的一个你，就是更加适合这个社会生存的你吧。你可能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偏向于犹豫不决，或者是说把更多的情绪能量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说去照顾自己、看本我这样的感觉。所以这组牌出现最多的是星币牌。我会说这组最多的能量可能是接近土象星座的摩羯、处女还有金牛座，当然还是有一些宝剑能量在里面的，就稍微有一些吧，但是主要还是以土象星座为主啊，土象这个能量是最强的。还有就是双子、水瓶和天秤，但是可能少一点哦。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土象星座更多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内心可能是就是稍微老成一点的，就是精神年龄比较大，然后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类人。我不是有说你们在未来半年，如果你们是单身的一个状态的话，你们很有可能会迎来你们的骑士，然后这个骑士呢，相对而言你们来说可能会比你们小一点，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实体年龄啊，他可能精神年龄是稍微比你年轻一些的。所以说如果你们是一个比较老的灵魂，或者说你们是比较成熟的那一方，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比你们稍微年纪小一点的，或者说他们相对于你们来说是比较浪漫的一些人，或者是说他们是有骑士精神的。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如果是单身的话，想要一个感情，或者是如果之后遇到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很有可能是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是比你们稍微年轻一点的。如果在未来半个月你们有遇见的话，他是比你年轻的，或者是说精神年龄是比你年轻的，你们可能是偏老成、偏成熟一点的。同时，我感觉你们这一组也是一个老灵魂呢，然后精神上比他们走的也远的很多。因为我这边看到8个杯子嘛，所以我觉得第一组宝宝们，你们可能在前期有一定程度上，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孤独，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你们自己是受害者，就是在你当时的那个生活阶段啊、生活状态上，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受害的，就是自己是受伤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这么想了，就是无论是你的自我诱导啊，还是说别人真的就把你置在了这样的一种境地上，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或者是你必须要怎么样，导致你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觉得你不能这样想。我希望第一组宝宝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如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自己被伤害了，你要为自己辩论，你要做对你有推动的事情，对你好的事情。还有就是这个宝剑十啊，这能量也很突出，所以我会觉得到时候如果你的能量真的是有被影响到了，我想对你说，你不要让任何人对你做任何事情，尤其是一些坏的不好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对你，你不允许他们对你这样做，你要保全自己的一个权益啊。有的人可能会否认你们的个人情况啊、个人现实，可能会否认你们身上的全部。所以如果你有一个伙伴或者家庭成员，我感觉可能是跟你稍微关系比较好一点的他们可能就是亲人说的话可能会更毒一点，可能亲人做的事情也会更毒一点，他们可能对你们的要求会非常高，或者是经常对你们提出一些质疑啊，或者特别容易就怀疑你们，就是让你们产生对自己就不太好的一种反应吧，会觉得就反复的去质疑自己，就觉得自己真的不够好吗？你会反复在理智和现实之中在质疑自己，不管是你做的一些事情啊，还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说的话，你可能就会到时候就会反复验证自己到底有没有错，到最后演变成你这个人有没有错，你这个人有没有问题。所以我这边看到这个圣杯8、宝剑8。还有宝剑10，我这边看到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去保护好自己，但是我这边确实也看到你们最后真的是勇于保护自己了，因为下面这一排就给我一种就是坚实的保护罩的这种感觉啊，你会慢慢学会去保护自己，免受就是情感上啊类似 PUA 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攻击把你说的一文不值啊，让你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啊或者怎么样的，你会去主动远离这些人，或者是主动远离他们对你做某些事情。所以说在这一方面你们也是会有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变化，很突出的成长的。然后我看到你们也是会比较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会去照顾自己的身体，会去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饮食健康。然后我看到有一些第一组宝宝们，你们也会通过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健康状态上。而且我看到你们也是会长期坚持的，而不是说就3天打鱼2天晒网的那种就很坚持，非常好。我也会鼓励第一组宝宝们可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去多做运动多去锻炼身体，因为这个确实是能够让你们的这个运气能够变好的同时也会就是帮助你们身体上的一个能量上的转化所以说非常非常好的。大家都说做运动可以让人变得开心嘛，因为会分泌那个多巴胺，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多做运动，让自己开心起来。开心起来的话，这个能量就会变好，就是同时也会让你们身体上一些毒素排出来，让你身体上一些负能量也同时都排出来。所以在做了运动之后，你们会真正觉得有一些东西开始流动了，开始传播了，而不是说越做越坏了，就是有东西就真的就是一蹶不振了这样感觉。同时你们也会在这之后就突然感觉好像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们了，现在这个情感也不适合你们了，这个人对你们来说就有毒，就渣男渣女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你们要离开一个家庭成员，离开这个家庭，或任何离开都算，就是你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就想要远离你们之前的那种喧嚣的那种感觉，就对你们不好那种感觉，你们会更加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东西。
我这边看到这个星币皇后嘛，星币皇后其实也是有一种就是怀孕的能量在里面的，所以不排除有一些宝宝们可能会在接下来要备孕呐，或者是要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要踏入到一个新的家庭里面，要扩建自己的家庭，要建设自己的家庭都有可能。我感觉这个星币皇后其实是有一定浪漫意义在里面的，它不光是代表你的工作上的一个能力上的成长也有可能是你家庭方面也可能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你就算是你们可能怀孕备孕什么的，都不一定是近半年的事情了。我觉得就这样的事情类似这类事情，你们一定会在近半年之内开始考虑。你们可能会想要去组建一个家庭，扩大你们家庭，或者是开始你自己的一个家庭。所以我会觉得第一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不是选择偏向家庭，就是会选择偏向工作那一方面，你们至少会选择其中一个的。如果你们现在已经心里有想法了，或者怎么样，你们可以跟你们现在的一个情感关系可以稳定下来，那你们可能会在近半年之内就是选择要去加深你们的一个承诺关系要迈到下一步承诺关系里面去。或者也有可能你们并不想去进入一段承诺关系里面，并不想结婚，或者是并不想怀孕，并不想生小 baby， 那你们可能就是会在近半年是会选择要好好去照顾自己，为自己的一个事业或者为自己的身体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如果第一组宝宝们你们已经是在一个承诺关系里面的，尤其是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一段时间了，我在这边看到是你们可能是必须要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反正你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是你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首先需要关心的。那如果你们是选择要向前迈进，迈到你们的工作当中，奠定你们自身的一个基础的话，我这边看到是你们生活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生，非常重大的一个重生的。而且我看到这个重生的范围可能就是在近半年之内。我会觉得你们第一组宝宝们会因为自身的一个调整不管是内在外在，可能外在是通过调整自己的一个健康状态、身体状态、一个体型，你们会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你会变得更加吸引你的伴侣伙伴甚至是一些陌生人我这边看到你是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的。同时我看到你们也会变得更加浪漫和有趣。还有接下来半年带给你的一些惊喜浪漫，肯定就是你的工作啦。你会在就是那样之后的一个比较浪漫，感觉像魔法的一个重生的氛围里面，你会觉得这就是真实的，对你来说它就像真的要来了一样。你终于可以享受它，知道它终于要来到你身边了。就是你们会在未来半年，你们可能会投入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们会很努力的去工作，你们知道你们自己已经投入了很多，所以你们到之后它终于要来临的时候，你会真正去享受它，你不会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自己已经投入够多了，你也不会去过多怀疑，因为怀疑更多是会就破坏当时的那种比较浪漫比较和谐的氛围。而且我看到是你们也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你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迎接胜利，迎接就是成功，迎接成功到来这种感觉。所以我会说第一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这个事业上发展肯定是突飞猛进的，而且对你们来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好运常在，好运常伴你们身边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你们来说基本上就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就重生嘛，可能之前的一些东西是需要你们去调整，需要你们去放手的，你们也会主动去离开，你们最终会知道那些东西是不适合你们的，所以很好感觉。而且我确实看到在接下来半年里面，你们也是会有很多乐趣的。还有就是我感觉在未来半年，你们一开始可能是有一些沮丧的情绪在里面的，因为你看前期感觉还是整体是在一个沮丧情绪里面吧，但是在后期就未来3个月之后的3个月吧，可能会更偏向于让我觉得你们在身边可能会有一个人，他们会来逗你们开心就是可能会你们在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人跟你们就格格不入这个人就是傻子吧，就有点蠢对你们表示好感对你们提供乐趣的这种方式可能有点愚蠢会让你感觉就很好笑但是他确实能够让你在沮丧的时候这个人他愿意去当你的宠物，他愿意去哄你开心，尽管可能会被你笑话，
可能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啊有点夸张的，就是小丑嘛，但是他就是为了博你一笑，他就是为了让你开心，也是想让你知道你的生活是需要你去认真对待的。所以之前的一切都不是你的原因，也不是你的错，你接下来你要好好对待自己的生活，好好对待自己。所以说这个人他的出现，他对你表示的方式啊，对你的一些交流方式，可能会让你比较觉得这个人很笨，这个人很滑稽，这个人很傻，就有点傻子的感觉。但是我会说，对你们第一组宝宝来说，你们估计是很受用的，应该是会很喜欢。他们真的是能够让你们开心，能够让你们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你们这个星币牌是异常的多呀，所以我会觉得在未来半年，你们可以去保证你们的这个现实基础了，就是你们的这个钱啊，不管是你们自己挣来的，用努力用汗水去挣来的，还是说一些偏财。总之，你们在未来这个钱财上是丰盛的，不能再丰盛了，就很好啊，就是感觉就老天爷追着你送钱吧。但是同时，我看到你们这边也是有个星币八，你们也是工作很努力的，而不是说就吃软饭那个铁饭碗，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能力啊，就拿钱的那种。你们不是的，你们也是很有能力的，因为你们自己就是你们自己的女王啊。那男生你就是自己的国王，反正你们是很有能力的。同时，你们会让你们这个能力啊，就是达到一种放大化这种感觉吧，1+1大于2的一种状态啊。你会很好去结合你自身能力去赚钱，去做一些很好、很对你们很有利的一些事情，就很对你们赚钱也很有利的事情，所以说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会觉得你们第一组宝宝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你们赚钱的方式啊，不管是你们自己挣的还是偏财，感觉都是很朴实的那种财富啊，感觉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就老天爷送钱。啊，可能是偏财的话，就可能通过一个巧合呀，或者是某件事情啊，这个偏财就过来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继承，就别人突然就送钱给你了，别人就送的钱都有可能。还有一种比较狗血的，就是那种电视剧的情节啊，因为我感觉第一组宝宝们，你们这边有一部分人是存在你的一个你不知情的一个家庭成员。就是这个人他是你爸爸或者是你妈妈，但是你不知道，等到这个人他去世的时候，可能你才会发现哦，你是他的继承人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会额外得到一笔财产，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里面的。所以就这个就是遗产争夺之战啊，就是典型的那种狗血剧情。但是我看到这边是真的有啊，有一小部分是这样的啊，偏财是这样取得的，但是我这边看到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你周围会有一些人，他不想让你拿到这份财产，或者是他很嫉妒你啊，或你会做一些违背你意愿的事情，或者是他人会做一些使你违背意愿的事情，或者说其他人可能会强迫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可能让你放弃财产啊，放弃什么什么东西啊，就违背你意愿，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你就不应该过来，你就不应该拿到这笔钱，你就不应该怎么样，会让你去又再度的怀疑自己。但是这个时候就请你记住，你永远都是幸运的，你们生活当中非常幸运的一群人，所以你们周围可能会有一些人去嫉妒你们，或者就不想你们好，知道吧？就你们身边是总是围着这样的一群人，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就是心理上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就不够优秀啊，或者怎么样。你们并不是的，你们很优秀，很幸运。所以周围的人他们就眼红、嫉妒，他们就是受不了你去就是享受生活，享受这个生命当中的那种幸运的时刻啊，他们就见不得你好。有的人，特别是你们在之后可能就突然得了一笔财富啊，或者是通过你们自己努力的，就是得了一笔钱，职位上升啊，或者你们自己开公司，就是一路都是顺风顺水的这种感觉，就很幸运。你们在财富上增加是非常非常丰盛、非常富足的，所以说肯定周围人会有一种就是眼红的方式来看你们，会就见不得你们好，就很嫉妒一种方式，好像他们表现出来那种状态啊怎么样，会让你们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配拿到这样的一些犒劳啊，自己用努力获得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这边会觉得你们会去做一个离开的一个动作，你们会去切断跟某人某段关系啊某件事情的一个
联系，你们会宣告结束，你们会真正的要去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我这边看到是你们真的是会变强大，就是做自己的一个女王，就真的非常强啊。所以我也希望第一组宝宝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们的幸运是与生俱来的，也是希望你们能够珍惜到这一点。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吸取你们幸运的一个能量啊，周围人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成功富足的一个权利呀？所以说，当你之后人生突然迎来了一个大的丰盛啊，或者说你偏财运就到时候了，就有了一大笔偏财。这个时候，你看你周围人对你的一些态度，好像他们就真的就是对你敌意很大、很冷那种状态啊，就满身都是刺，就是很攻击性那种状态。他们好像就没有真正为你感到开心。你这里就是要明确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是眼红你，就是不希望你得到一些好的东西。我这边也看到，就是宝剑牌特别多啊，这个新的底牌又是一个宝剑，所以说可能会就是你们自己内心的想法会过度的去抑制自己啊，会过度的去牵制自己，就很难让你们再继续前进了。但是我知道你们仍然是会继续前进的，我相信第一组宝宝们，而且我也知道你们会明白，就是任何对你成功不满意、眼红的一些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啊，就是有很多欲望的东西，有很多攀比的东西，所以你就做好你自己就行了。自己的精神领域要提高，让自己变得就是各个方面都富足。所以你不需要让他们去理解你知道的一些东西，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你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正在改变，你自己自身的能量也在转变，你正在一个非常就是优秀的一个旅程当中，你正在经历你需要经历的一些好的东西。就如果你周围有一些人他们嫉妒你了，尤其是你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功啊，还有一些富足，你就不要管他们好吗？虽然这边我看到是你真的你就不要管旁边那些剑啊，他们不敢对你们怎么样的，他们就单纯的眼红。其实你的一个个人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大的。就你真的要生气了，他们都屁都不敢放的，就非常还是你的能力强一点啊，肯定是会遭到一些嫉妒的，但是你不需要管他们，你们没有必要就。狗咬你，难道你还要反咬狗一口吗？当然不啦，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你越早看清，对你越有利。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图像皇后，就星币皇后，你就这么棒的一个人，再结合你其他星币牌，你就这个领域的王啊！星币就是财富嘛，你就是财富之王，这就是我看到你会变成这样的一个财富之王。你是有一个非常伟大连接，而且你本身也是偏那种比较幸运的人群的。我看到是你们也会在之后变得非常非常有自信，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精明，然后你们也会去根据某些事情变得更会去做决策，而且你们下面这个牌的这个星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感觉你们的一个星币的主题也是会在接下来半年推动你们进行的，你们也是有这个星币能量在里面的。所以感觉你们在未来半年的一个变化，可能是更多会涉及到财务啊，这个钱这方面的东西，还有一些现实的东西。所以你对你自己的一个资产建设，也是你未来的半年的一个主题之一吧。然后我这边看到是你需要控制你自己的一个情绪，你有时候可能会就突然就很生气，就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你在面对这些逆境的时候啊，逆境的时候。但是我知道你们是有能力面对的，你们也是能够获得成功的，在未来半年吧，你们会去控制你们的一个情绪啊，或者是适当的去。同时我这边看到还有就是你们之前是不会经常去抒发你们的情绪的，我这边看到是有可能你们之前不愿意去抒发情绪的，你们会变得更加去表达自己，知道自己是生气的，你们会正确去表达自己生气、愤怒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相反，你们可能之前是比较倾向于去抒发你的情绪的，就是很容易就生气啊，或者怎么样。你在最后你可能会去做一个调整了，去适当的去抒发你的态度，而不是说第一时间就怎么样让大家都尴尬那样的一个状态啊。同时，我会觉得你们之前就把自己封闭那种感觉啊。同时，还是回到刚才我说的，就你们如果是之前不经常发脾气的，或者是说很容易被人欺负的那一类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在之后会经常性去表达你们的愤怒啊，你们不会感到尴尬，
同时也会去让那个嫉妒你们、让你们生气、对你们 PUA 的那些人去正确表达你们的愤怒，或者是用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用一些其他行为方式。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真的是成长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没啥的。所以我感觉第一组宝宝们你们还是非常棒的，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未来半年困难和挑战同时伴随着成功还有曙光，都是一起向你们走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不是会一路的风平浪静，但是结局肯定是在你们意料之中，同时也是出乎意料的，会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也会祝福第一组的宝宝们，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努力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内心的心灵状态，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状态，好不好？不要让其他的周围的一些烂人去扰乱你们的思维，去扰乱你们的情绪，对你们的一些成长都是很不利的。希望你们就多去看看自己你们要知道自己就是真的女王，自己是很有能力去打败这些各个东西的对你们不利的一些东西烂的东西。所以你们非常好的、非常棒的一群人。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吗？对，这个就是希望牌嘛，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非常非常好。那这就是第一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如果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那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么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宝宝们，你们选到是这个黄铁矿。这是一股金钱的能量看看你们未来半年有没有金钱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呢？未来半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世界，权杖9，权杖3，圣杯3，星币5。我看到真实性可能也是伴随你们接下来半年的。真实性意味着啥？真实性意味着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事情。看到你身边其他人也是会保持真实的。星币9。就不管是你还是你对周围的人，还是怎么样，我感觉就各个情况吧。你在你朋友面前、你家人、同事你上司面前，你对周围的一些人都是真实的。力量，权杖6我看到你们第二组宝宝们，有的人正在经历不同的周期、不同的时期，你们还在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了解你自己的一个真实性。教皇，宝剑2，还有一个战车。我看到你们在未来可能会做一个回溯过去的一个状态就是回溯过去的种种，去回忆之前的种种。所以你会想要去了解自己，了解周围的人，然后你去了解自己的真实性。因为你在回溯了过去，你去做了一些记忆的时候，你去做了一个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的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我看到是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可能在之前会就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或者是我感觉并不是说没有足够的信心，可能就是没有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去。因为就像感觉就是你在就是聚会上或者是你在之前的一些动作上，之前的一些经历上，你可能更多的是会把自己掩藏一部分，或者是说你会戴上一张假的面具，你跟外面的人交流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你真实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是不管是在社交媒体上或者在聚会上，你可能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就是你可能会带给别人很多不同版本的你自己甚至你在家庭成员面前，在你爸爸、你妈妈面前，还有在你同学在你伙伴朋友面前，可能都不是一样的你所以你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我想说，第二组宝宝们，这个并不是说你们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或者说不道德或怎么样的，你只是在经历一个正确了解自己的一个周期。这个周期过完之后，度过之后，你就会真正去了解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一个真实性。
其实这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就是新的技能吧，就是新的成长，新的旅途。在这个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们这边有这个权杖6啊，就是它就是一个自信的一个能量啊。所以我看到第2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半年可能会更加去贴近于你们的生活，去探索你们的生命的意义啊，生命的一些原因啊，主要是就是你们生命的这个旅途。你们会去探索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旅途。你们会去问，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这个地球当中呢？为什么你会生活在这里？你会跟就是宇宙啊，跟地球啊，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能量，奇妙的震动。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小时候这样的想法非常非常多。那肯定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的，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啊，在地球上，每个人活着都有每个人的目的还有意义。给了你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你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课题，都是需要去教会你一些东西的。这些在之后你们都会知道，而且同时你也会接受，就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啊，你会接受这些东西，你也会去接受为什么我们就是肤色不同啊，或者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不同，思维不同？为什么我们就是都是在这里，但是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你也会知道，好像人类生下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课题要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存在的。我们就是注定要去学习到很多东西，还有就是要教会很多人一些东西。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教皇其实给人们的一个内心上面的这个神圣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在之前，教皇这个身份是比国王皇帝还要高的，就是他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身份啊，神圣的一个职位。所以说您可能会在之后啊，就是会特别的去偏向于就是生命啊、灵魂这一面去探索这些东西。然后我感觉第2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在未来半年之后也会发现自己来到这个地球上，可能也是有一个神圣目的在的。还有就是地球啊、教皇，还有这个宝剑2，给我感觉就是联想到一种忠诚吧，忠诚和忠诚的结合，就有一种真实性啊，还有一种就是探索自身那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就一切都是关于你对自己的一个忠诚的，就忠于你爱的东西，忠于你自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灵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啊。当然，选不选择灵性相关，走不走上灵性这条道路啊，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啊，不是说你适合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就一定要去跟着他人的一个期盼去走你不想走的一个道路啊，并不是的。但是我看到你们这边确实在后期可能会有一些涉及到灵性方面的东西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去学习的。或者如果你们真的就是对灵性这一块或者是怎么样的就很感兴趣啊，或者你会怕就别人异样的眼光汇集到你身上，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啊，会去选择就是灵性道路啊，去选择中国的就是周易啊、占卜，就是外国就可能塔罗牌这一类的，为什么会去学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根本就不科学呀，就是年轻一代就是要多学习一些有用的东西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啊。就末法时代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吧，但是就还是要去看看你们自己的心呢。你们不需要屈服于任何人，你们自己觉得有趣啊，可以就是学一下。那如果就不喜欢这样的，没有关系啊。只是说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里面的，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有的时候啊，多去尝试着去了解人生当中的意义，去寻找宇宙的奥秘，也不是不可以的。但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嘛，所以就没有说踩一捧一，一高一低的说贬低神学去提高科学，这样就是看你自己了。你觉得它是准的，它就是准的；你觉得它有用，它就是有用。所以就是看你自己，你不要去臣服于谁，你不需要觉得因为别人觉得你奇怪，你就觉得这事儿好像真的就很奇怪。千万不要觉得，千万不要这样觉得，你就是你自己的王啊，你就是最高的，你就是最大的。而且我这边也确实看到，我不需要担心第2组宝宝，因为我这边看到你们确实是不会觉得奇怪啊，不会去向任何人去屈服，不会向任何声音去屈服，你会找到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乐趣。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能。我这边看到是你们会对你们自己绝对忠诚，你们会因为对自己的一个忠诚，对自己的满怀的爱意啊，会让你们觉得很开心，你会觉得好像人生当中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自己好像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你会反而觉得自己拥有这样的一个灵性上面的一个潜能，就先天带下来这种东西，你会觉得非常非常好，运气非常好，非常开心。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就之前别人想拿都拿不到的一个权利，拿不到的一种运气啊、好运啊、能量。而且我看到第二组宝宝们，你也会在后面提醒你们自己，就是忠于你自己的事情，忠于你对你自己的爱。你们会去满足于你们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就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对你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怎么样去说你们，怎么样说你们好奇怪呀，怎么样就怪人呐，就他们的一些表明啊，他们的不管是动作啊还是什么，他们都不会去直击你们的心灵。你们根本就不会把他们当做一回事儿，就他们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们会觉得他们就是狗，狗说话就嗷叫两声，就听个笑话就那样，或者是你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一辈子就是这样，就碌碌无为，看啥都不顺眼，看啥都不高兴，或者说他们可能就是羡慕嫉妒恨呢，就是不希望你们踏入到一个精神层面那么高的一个地步啊。或者是不希望你们踏入到你们的真实的领域啊，不希望你去探索你们的一个真实性。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会在最终去达到一个点，去真的去找到你们人生的一个就真实性吧，去探索你自己的一个真。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你在未来半年时间，可能不只是生活呀自身的一个状态，我感觉你周围其实也是有感情的，这边是一个就是聚会呀氛围的一个能量。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你在接下来半年可能会是很孤单的，或者是说过得不是一帆风顺，过得不是很好那种。我这边可以看到的是感情在你未来半年也是占到很大一部分的。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会在之后找到一个你们的同类，你们是能够相互连接的，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人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爱还有支持，你们在一起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你们彼此之间还是有那种就是很和谐很欢乐的一个氛围的。而且我这边看到就是你身边的你的同类啊，可能不止一个人，就感情上面的话可能是你的伙伴啊，可能就是恋人关系啊，但是我看到不是一个人的，就很多人都是能够跟你产生共鸣的，你会很开心很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们通过调整自己去了解到自己真实的自己之后，你们会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或者是说周围的人会觉得你们真的就是很幽默很风趣的一类人，你们会试着去把最好的一面最真实的一面去展现给各个人吧，就是伙伴也好啊，情感关系伴侣也好啊，家人也好啊，他们都会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很棒的一个人。你们也会在未来半年去做忠于你们自己的事情，去忠于你们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你们爱的事情。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就不管你在未来半年有没有情感关系，我这边看到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生活也是能够很浪漫很好去生活的。就像你虽然没有男女朋友，但是你心里面就住着一个男女朋友，就是没关系，你其实也无所谓的，我感觉。而且你身边是不缺朋友的，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如果你们在未来半年单身的话，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原因，可能你们就不想找，而并不是说你找不到，更多是你不想找吧。因为我感觉你们周围已经是蛮富足的一个状态了，就是朋友成群，然后又是那种很欢脱的一个气氛，又是同类人，所以感觉就要不要情感关系对你们来说都一样的，所以你们会偏向于就是能找的话，想找的话，就非常契合的话，你们可能会考虑；反之，你们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的一个情感关系了，因为对你们来说，就有没有都没差，就一样快乐。而且我看到是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永远不会去降低你们的标准，或者是允许别人去用一种很粗鲁的方式跟你们说话的。你们会去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自尊心吧，去保持自己的自尊，去让别人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并且不让别人去触碰到你的底线。就是我感觉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个情况，对自身的一个能量是非常非常负责的，感觉非常非常好啊！而且你周围还是有很好的朋友，很多的朋友在支持你们的。
但是我知道，即使有人真的去触碰到你们底线了，你们还是能够去从容面对的，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去面对的。就是尊重的同时，也不忘给对方下一点猛料啊，去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让对方知道这个底线是不能触碰的。所以我觉得这边第二组能量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半年内能够保持的一些东西啊，就保持继续提升你们自己的这个能量，去保持自己，去探索你们自己，去了解你们自己，爱你们自己。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去探索一件事情，就真的是很高深莫测、很深奥的一些东西啊，不是说能够想学就学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第二组整体能力非常好的，就是游刃有余、从容面对，就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感觉。而且你们是不缺爱的，你们一直是有爱围绕在你们身边的，就感觉这个爱啊，这个情感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一旦你涉及到你内心受伤啊，或者你需要被疗愈、需要被治愈，那你身边肯定是有人来治愈你，用爱来疗愈你的。所以第二组宝宝们可能现在会觉得你现在好像就是很缺爱呀，或者你身边就是没有人来支持你啊，你就是独自一人在这样的一个旅途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呀。但是我会说的是，你们身边绝对是有至少一个你很大的一个支持者的，你只需要去承认他们，你必须要去寻找到他们。这种你的友谊也好啊，你的情感关系也好，都必须是你跟他们双向奔赴的，而不是说你不去承认他们，你就让他们就单方面的。这些都是双向的，都是需要你们去互相奔赴的。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承认，你也必须要去寻找。所以说，这种友谊啊，这种联系啊，在接下来半年啊，你周围的一些爱呀，你周围的一些支持者会越来越多。你要找的就是跟你同类的一类人，你要试着去找到属于你的一个圈子啊，属于你的一个情感关系。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去主动出击一点，因为你这边权杖牌也特别多嘛，你是不适合就是卡在原地不动的，你一定要出去寻找。所以就希望第二组宝宝们一定要去努力啦，一定要去，而且你们周围就是支持你们的人也是不会少的，所以一定要去努力啊，就是多去融入就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圈子啊，属于你们自己的情感关系。还有就是你们这边是有这个战车牌的，战车也就是个旅程嘛，当然我这边理解是一个精神之旅了。所以我希望第二组宝宝们，你们能够去准备好，准备你们的精神食粮，你们的一切，去规划好你们的精神路线，你们精神的一个终点啊，就有点像类似冒险吧，你精神上的一个冒险。所以你就是要去好好去冒这个险，去在这个冒险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感受你冒险这个东西，你要让自己感到舒适。你要时刻提醒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旅途当中，它这个旅途就是永无止境的，这个生活就是你的一切，接下来还要走很远很远，你要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这边其实也有看到，就是你们第二组宝宝们，其中有一些人，你们的一个很遥远的一个朋友啊，现在正在想你们，可能是在想回到你们的生活，或者是在回忆你们之前的一些点点滴滴呀，或者是在想你们上一个阶段可能你们现在是毕了业的，出来工作，可能会想你们大学的生活的一个阶段。那如果大学生的话，可能会在想你们之前高中生啊，之前还在15、16岁的那样的一个阶段啊，就感觉很美好、很美妙，很想回到之前的一个生活，或者是很想回到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很想现在生活回到当时的状态吧。所以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可能离开了一个朋友一段时间了，可能是他们搬走了，你们搬走了，或者是你们当中中间失去联系了。我这边看到是你们可能会有机会恢复联系哦。所以我只是想跟第二组宝宝们说，你们就是爱常伴你们左右的，你们真的是需要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在你们沮丧的时候啊，你们身边是有很多爱你的人、支持你们的人的，你们是分不开的，好吧？到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这些人都跟你是一个整体一样，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你的一个身体状态、心理状态，他们很好的能够跟你们产生一个共情，就非常好的一群人呢，或者是说一个人。还有就是你们要相信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是有一个更大的目的的，自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地球，在这个宇宙当中也是有很大目的的，而不仅仅是每天3点一线做着同样的事情啊，上班上学回家工作这样的。
就如果你们相信生活中还有很多是需要你们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在这个地球当中是有你们的目的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生活当中好像什么事情都是很开心的，都是充满活力的，并不是说你们人生生而为人就是要朝九晚五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会有很多人，周围很多人他们都看不清他们生存的这个原因呢，或者说会抱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啊，同时也有很多疾病啊或者怎么样，很多不好的能量、负面的能量。他们有的人就是需要经历这些，他们有的人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也都是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人。但是就同样的事情在你身上，可能在别人身上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反应，不一样的过程，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可能有的人他们就是反应比较僵硬一点，他们就不想改变，也不想进化，可能就是会保持那样的一个停滞的状态，不让任何人去靠近，不让任何人去接近啊，就尽量远离那种能够很好去成长那样的一个道路。但是第二组你们是不一样的，我这边看到是你们会扮演一个就非常棒的一个角色，你们会知道你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们也会去踏向一个能够让你们更加快乐、更走向成功的一个道路。所以我这边看到，就不管你们生活当中你内在本我，还是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的职业啊、工作啊，感觉都会在未来半年会发生一些改变。你会去学会承担一些责任，你会让自己内心更加去疗愈，更加宽阔，也会去主动去承担很多责任吧，会在事业上啊，也会去承担很多责任，在你工作上，在家庭上啊，也会去跟之前一样，也会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就是跟以前不同的，可能就是你之前都是装的，但是接下来你可能就是真心的，因为你意识到，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就是要在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人，要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边我看到的是你们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可以很好的将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我、自己的感情去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你们会慢慢的，就好像就参透生活当中的一切了，参透生命的意义了。你们会突然明白你们这个角色这个意义啊，你们要做的事情的一些意义，然后慢慢的就是去融入到你们这个角色当中。因为你们明白啊，你们已经走了很远了，你走的这条路已经超过了好多人了，就超过了很多人，你们是在一个很成熟的水平上了已经。甚至你身边一些朋友啊，你家人、你长辈可能都不明白的一些人生意义啊，你们都参透了，你们都明白的。所以你们也会知道，他们有一些人，他们脑袋就是转不过弯来，对一些事情的能量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转换、去掌握。你们会知道，人和人他们就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他们的能量储备和信仰，而你们也是有你们自己自身的一个能量储备和信仰的。你们会在这个人和人的明显的区别当中去保持一个你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去保持大家都是很平衡的一个不同，保持这种不同的能量，但同时又是在一种很平衡的状态下，不互相干扰，然后又同时的去保护自己。所以我会觉得第二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半年会有一个巨大的重生啊。不只是你们本身，你们也会注意到一些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是说大众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啊。你们会真正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地球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有很多种类的人，他们有的喜欢这个，有的喜欢那个，有的是这样的人，有的是那样的人，有的人他们要做这个，有的人他们要做那个。所以你们在最终会知道，最重要的人就是你们自己，你们最重要就是要保护好你们自己。同时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去找到自己的一个灵魂家族、灵魂伴侣啊，反正就是同圈子同频的一些人、一些伙伴、一些情感关系。你们会从这些人当中，你会觉得好啊，我是有自我价值的。你会从他们那些人得到你需要的一些支持和鼓励，还有爱。他们会帮助你去让你重生，让你感到你自己是在变化、在成长的。所以你们也是会去拥抱就属于你们的这个圈子。所以总的来说，我在这边看到第二组宝宝们，你在接下来半年的这个改变啊，这个成长非常惊人，而且是非常非常伟大的。
你们要改变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一些物质上、金钱上的东西，就是半年就发财了、升官了，怎么样？你们是在一个就很神圣的一个改变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前面一组就很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就是偏精神、偏宗教的一个东西吧。你们可能也会去，就是想要去买几个水晶串啊，或者是去收藏水晶，或者是就踏上一条灵性的道路，去学塔罗、学占卜啊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就感觉就是偏精神、偏宗教那些的，偏神学、偏灵性的。你们也是会去了解到自己自身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磁场的。你需要学会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能量，保护自己的磁场。就是保护自己力量，同时也是能够带动你现实就是三维世界的这些事情的发展的。所以我这边看到是你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一个飞跃式的成长的，就是在半年之后，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神的一部分，你们就是这个神圣团体的这个一部分。相信人是有能量的，先相信人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都是有待探索的，相信很多东西就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相信人的能量是很强大的，我们是有那么多潜能在的。所以我这边看到是第二组宝宝们，你们会在未来半年去踏入一个精神的领域上去，你们会去越来越多去步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步入到这样的一个旅途当中，你们会发现自己好像自己的意识啊，自己的能量是这么的强大，因为这样的一个强大能量、强大的意识，好像自己的生活到处都是充满美丽的，自己的生活、自己周围的一些伙伴都是非常可人的，你也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潜能在的。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第二组的这个能量和第二组这个改变和成长的意义啊，因为真的很好啊。我也是希望就灵性这一块能够被更多人去接受和认知到，而不是说就简单的看图说话或者是看图解答这样的，并不是的。就灵性啊，就是很玄妙的一个东西。那有的人他生下来就没有，那有的人他就是天生的，就带着灵气儿、带着仙气儿的，你想学都学不来。但有的东西你想学，那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学的。所以我会觉得，就对第二组宝宝们来说，你们是非常幸运的，你们天生就是带有这样的一个灵性能量的。所以说，你们会在接下来未来去探索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旅途当中，会很轻巧啊，很方便，就是很快就会能够领悟到这些，就慢慢你们会变成一个老灵魂，你们会去就意识到，就很多事情啊，就是按部就班，很多事情也都是无法改变的。命啊和运啊，它是两个东西啊。就命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你们的运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就好好把握当下，去迎接半年之后的你们会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的状况，而且你们周围是不缺爱情的。当然我这边看到也是有这个你们关心的这个钱币啊，钱币你们也是有的，就是主要还是你们的一个内心的精神上面的一个改变吧。当然我感觉钱币你们也是不需要去太过于关注的，你这边有个星币9啊，所以说你们在物质层面上估计也是因为你们能量上带来的一个突飞猛进发展，所以说你们物质上也是不需要去担心的，过于担心，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我感觉也是有这个，就旅途嘛，不一定就是光精神旅途了，可能还是有这个物质旅途、现实上的旅途在的。所以说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在未来半年是去计划一个小小的旅行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看到是有出行啊、游玩的一个机会在里面的感觉也是就是跟朋友一起3两结对出去旅个游啊啥的，感觉气氛也是非常好的。所以祝福第二组的宝宝们啦，希望你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观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好，你们选到是这个天使石。这石头我真的是最喜欢那个石头了，可以说就很喜欢它的这个能量啊，这个治愈的颜色。我在生活当中也是就很喜欢这个蓝色和绿色还有黄色这几个颜色我最喜欢的。就很舒服的一种颜色，很舒服的一种能量。就看到这个石头，虽然说没有看到实体，就还是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感觉周围就很多小天使在围绕着你，就非常舒服的感觉，非常好的感觉。那我们先把卡牌放一边边，来看看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会在接下来半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会有哪些改变？
一张啊，又是世界。我这个牌是洗过的哟，这个牌是洗了好几遍，然后能量也清楚了的。它第一遍又是出现的这个世界呀。星币7，哇，圣杯女王，圣杯6，有没有觉得圣杯女王跟圣杯6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像？圣杯3，你们是好多圣杯牌啊。皇帝。你们大牌很多耶，我这边看到是有很多灵魂上的成长啊，所以我感觉第3组的宝宝们，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在未来一段时间去钻研更多的你的家族的情况啊，祖先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把你祖先的一些能量啊，感觉就是继承遗产吧，不管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可能会有一个继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里面，或者是你会去找一些你的一些家族的根啊啥的，因为掉2张牌就出2张牌了吼。这边底牌是一个女祭司，怪不得你们第1张牌就跟第2组那么像啊，你们也是灵性上面的灵魂成长啊，而且圣杯牌这么多。我这边是看到有一个继承，还有一个传承，就是你可能会去寻找一些祖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你会去学习，会去传承，想要去传承，你不想让你们家族里面这根筋去从你这段，你不想你家里的一些东西啊，就从你这一代可能就断掉啊，你会想要这样的一个根茎就一直这样的延续下去，让它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慢慢去生长，去传承。所以我这边看到是你在过去可能是丢下了某些东西，或者是你意识到你丢掉了某些传统的东西。我这边看到是你们有一个重新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个重新连接不一定是说你的一些家族里面的东西是需要你去重新连接，需要你去重新学习，重新去传承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们可能会就是你们目前的一个情感关系啊，或者咋的，可能是要有一个重新连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过去的某段情感关系啊。这边有个圣杯6，感觉有一些是跟前任有关的。我这边看到是有一个重新连接的动作啊。同时我也看到第3组宝宝们，你们这个圣杯牌特别多啊，所以我会觉得你们周围是围绕着很多的爱的，有很多人在支持着你们的。同时你们本身也是就是这种输出爱意、输出情感这类人呢，你会给人感觉就很母性泛滥、母性光辉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如果你们真的是一个有孩子的母亲的话，就真的就是充满爱、充满神圣的一个存在啊。我这边说你周围充满爱，不光是说你输出的一些爱，你对孩子，就是如果你有小 baby 的话，你对小 baby 的爱，你对他们的一些母爱，或者是说他们对你们的爱，你周围朋友啊、亲人对你的爱，更多是可能你作为人类宇宙母亲给你的爱。其实大家出生都是宇宙母亲的孩子啊，也是各个行星的孩子啊，行星也是宇宙母亲的孩子，所以就说更多是大爱吧，宇宙之爱。还有就是我看到你们第3组宝宝们，如果有一些人跟你们的亲生母亲如果是有一些关系紧张啊或者怎么样的，我看到是在后期可能这个关系会得到一些缓解，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你们需要的力量还有支持，让你们觉得不会觉得你们真的就是好像孤苦无依啊、无依无靠的，没有那么多依靠啊什么的，或者是说你的家庭关系是悲惨的、是不幸的怎么样的。我这边看到是第3组宝宝们，还是有一部分人是跟这个母亲的关系是有点紧张、不太好的啊，但是不是说全部。我这边看到是有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边看到是可能很多第3组宝宝们跟你们的就是亲生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能量连接，平时可能是有一些起伏的，或者是说根本就会觉得自己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母亲，自己就是孤儿，就不认这样的一个母亲啊之类的。我看到有极端的是比较偏向于这样的，当然这不是大众的能量，不是全部的，我看到可能就1、2个这样的一个能量。我这边看到就是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业力的能力啊，业力的关系啊还是非常大，就是带一点利益冲突的这样的。
但是尽管如此啊，我看到还是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半年，你们会知道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孩子的，就是宇宙啊，真的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给你们力量还有支持，宇宙也会在各种各样你困难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去给你搭一把手，让你就很好去挺过去，就是度过难关。或者是说你会对自己有一些质疑，你会对自己很没有信心，你会觉得自己孤苦无依，很孤单，没有父母的支持，或者是没有一些周围其他人的支持，你会经常去质疑你周围的一切，或者是就是对周围的一些对你不太好的事情去发生啊，去做一个不太好的反应吧，就是感觉周围很多事情对你都是有威胁的。我这边看到就是过去啊对你不太好的一些事情，你感到很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在未来半年都会给你一个答复，就不管是人啊、事啊、物啊，都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就举个例子，有可能是你童年的一个朋友啊、你的父母啊、你兄弟姐妹啊、同事啊、上司啊，可能之前有一些冲突啊，什么需要有一个缓解的动作。或者说你跟你之前的前男友前女友分手了，但是你还是不甘心，你还是有很多东西想要去问他，想要去找他确认，你在这半年里面都会有一个就是调解调和，去解开真正面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你会去真正了解你的目标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们对你是不是真心的，他们在你身上到底投入了多少精力啊，真心到底有多少多少是想让你快乐的。你可能会意识到你周围一些人可能真的不是真心的对你好，或者不是真心的想要去跟你发展一段关系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就是图你钱、图你貌、图你身材，或者图你怎么样的，反正就是有一点业力的成分在里面啊，就是有一些利益关系在里面。你会去做一个真正了解，你会去揭开这样的一个面纱。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也会就是做自己的皇帝，做自己的国王，你会去推开周围一切对你不利的一个人呢，让你自己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让你自己的一个能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释放啊！我看这边非常好啊，我看到你们会去清理周围跟你们不太合的一些能量，就是不利于你们去发展的一些能量。或者是说这个人跟你在一块儿就是抱有目的的，那这个事情跟你在一块儿它就是抱有目的的，你会去做一个切断的动作。我看你们是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能量在里面的。看到这边这个皇帝牌也是你们在后面会发展出一个比较大局的一个思维，比较宏观的一个思维。我这边看到就是到之后宇宙会给你们带来就很多启发性的想法，还有就是真正那种有远见的那种思维啊，你会去做一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个连接，不管是去跟人呢、跟大地、跟宇宙啊，就是都会连接的非常好，衔接非常好，就那种大局思维非常好啊。到最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非常非常有自信，你就真的会觉得，如果平均全世界1%的人能够得到成功，或者是说能够长命百岁的话，怎么样的，那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不能是我呢？所以我这边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局思维的，你是抱有这种宏观的态度来做事儿的，而不是说特别自卑的那种能量，就抱着那种很消极的想法，就说1%啊，1%那就绝对不可能是我啊，或者怎么样，1%绝对就落不到我身上了，还能想吗？怎么着的？你会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特别有自信，你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想，你会就变得很强大，气场也很强，能量也很强，自己的想法能量啊都是超积极的那种。同时我感觉你们也会就是不让周围的一些消极的能量进入到你们的能量场当中，不会让周围的一些人去影响到你这样的一个能量。就是一旦周围有人去影响到你们了，去影响到你们发展，你们会毫不留情的踢掉。我这边看到就是你们其实想的挺简单的，但是主要的一个思维还是挺宏观的，就是对你们不利的就踢掉，就很好啊，感觉非常好，就是成大事的人。我这边看到是你们也是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感觉的。然后就是我这边要说的也是跟第二组要说的也差不多，因为你这边出现一个女祭司，也是偏向灵性精神层面这个能量啊，偏宗教这种能量，所以我会想要跟你们说，第三组宝宝们，
你们在接下来半年也会去努力尝试去调整自己自身的一个能量，去寻找真实的自我，去寻找真正属于你们的一个爱意。到最后可能也是会以一个老灵魂的方式来面对尘世当中所有的事情。当然尘世当中的事情也不是说对你们来说就不重要了，相反可能会觉得对于一些人来说会更重要了。所以就像人生在世嘛，很多人都有他们的一个目的呀，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个道理，生命的意义。所以你们要就是竭尽全力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因为在地球当中，在宇宙当中，宇宙这么的疯狂，地球也这么的疯狂，我们是那么的渺小，所以就连我们的太阳系都那么渺小，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有多么渺小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就很多东西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都是没有必要去争啊，没有必要去抢的，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得到什么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我感觉相比于物质来说，我会更偏向于去得到情感，因为情感的话真的是你去努力可能也是得不到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我感觉情感是很神圣的东西，所以说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较那个不必要去较的真儿，然后也没有必要去较那个去抢没有必要的一个东西啊。不管是人呐，还是物啊，还是怎么样的，就不要紧的东西太多了。你们也不要去管有人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你要想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你就去大胆去做，一直是就致力于你现在想做的喜欢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那如果你不想做的话，那你辞掉就好了，就去找新的。你要想买房买车怎么样的，你就大胆去做，努力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人这个物他是不是你的不要紧，他人在不在，心在不在你身上都是不要紧的。别人都有朋友你没有，你就是孤身一人，或者说别人跟父母关系都很好，就你不是，别人都有个很好童年，就你没有，或者怎么样的，不要这么想。大家每个人人生在世，他们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所要经历的一些东西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说没必要去比较，也没有必要说去把别人的身上的一些坏，别人身上的一些好去安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安在自己身上，那只会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更不开心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也是要提醒你们，就是我们人嘛，就是很渺小的一个存在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过好你现在的一个生活，过好你最好的生活，以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精神状态去迎接你的每一天。你不要让任何人，不要允许任何人来给你们压力，也不要让他们有机会给你们压力，也不要让任何沉重的情绪出现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出现在你的精神当中。你就任其发展。你要知道，就周围的一切都是在守护着你的，你们是有这个灵性能量的，所以说你们就保持好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好，去以最好的一个面目去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就好，因为你们接下来每天都是富足的，是丰富的，是很好的每一天。你们这个同时你们在接下来你就慢慢越来越好的过程当中，你们会突然发现你的灵魂好像就变得很老成了，好像参透了宇宙很多道理，参透了生命的意义啊。所以我感觉第三组宝宝们，如果这组牌真的非常跟你们有共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第二组的解牌，真的就是感觉还是挺佩服你们两组的。也是很巧吧，这两组的解牌都非常像。而且这个天使牌也是在说，就是周围啊宇宙啊是有很多能量在守护着你们，有小天使在守护着你们的。这个宇宙母亲啊，从生下来就是你们出生就一直在守护着你们，一直在帮助你们去做你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在帮助你们推动事态的发展，让你们去蓬勃发展，去蓬勃成长。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生命当中，在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来发生，就算你们要发生很多事情，再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滑坡，一个落下，又一个起飞，然后可能会有很多你不可预料的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会说，你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人，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事。而且你们跟第二组很像，你们也是从出生开始就是运气就一直很好。所以说我这边觉得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女祭司也是就是主灵性啊精神层次的一个能量，就非常好的一个感觉。你们在接下来也是会迎来你们的巩固啊，还有即将迎来的好运的。这边看到也是就是有这个星币石，
星币10还有星币7啊，都是钱呢，很多钱。所以说你们在接下来面包也是不缺的，有面包啊，还有一个相当繁荣富足的一个时期。所以你们接下来是有很多事情，很多很棒的事情在等着你们的。这组牌我自己都兴奋了，真的好兴奋啊，也就是很想祝福你们，也希望你们就是去跟这组牌去产生一个共鸣，去好好去确保你们自身的一个能量，去确保你们准备好能够去迎接接下来的一些好运啊，还有繁荣。不要觉得好运来了之后肯定就是人生起起伏伏，好运来了不知道接下来啥事儿等着我呢，肯定就是一些乱七八糟一些事情呗。所以说你在好运来临之前，你就享受好运的那个过程。那坏的事儿来的时候，你肯定也是阻挡不住的，该来还是都要来的，就是它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所以说命这个事情啊是不好改的，你能改的就只有运。运呢也是把你需要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提前或者推后。你可能你想要通过某件事情啊去改你的运可能就是把你之后会到来的一个好运提前了。可能比如说大运吧，人生大运，这个是可以改的，这个大运是可以改的。可能是把你的财运，比如说20-30岁我就想挣钱那我本来我的命盘上啊，本来我的这个大运呢，财运是走30-40岁的财运的，但是我就想20-30岁挣钱，我就想20-30岁好好挣完钱之后，我好好玩，我好好买，我对得起我自己的青春。那可以把你的大运财运调到20-30岁，但是你之后的你30-40岁的那个财运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运改呀不改呀，就是有好有坏，就是看你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命它是改不了的。所以我要你们知道，就是这个命它就是一直都是有好有坏的，它有上升，它肯定是有下降的。所以你们没有必要说想着之后的一个繁荣好像要来了，有好多钱呢，那之后的事儿你就开始担心了，开始觉得不好了，一下就有不好的情绪来了，千万不要这样想。希望你们能够用一个很好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吧。就是要觉得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美好的，很多事情都是丰富的、丰盛的。你要让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的能量不断的增加，你会让自己觉得就很丰富、很富足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之后，这样的一个磁场出现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就啥都不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即使是说你就领着一个朝9晚5的一个平均工资，就是拿着死工资或者怎么样的，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之后就是只拿就几千块钱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死工资我看到是一个就很富足的一个状态就是会挣大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很丰富、很富足的、很繁荣的一个时期会到来的，最近半年。所以我会说就是第3组的跟第2组差不多，但是第3组这个能量我更喜欢一点，更好一点。我可以说第3组的解牌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组，能量最高最好的一组，就给我感觉就像你们未来半年就更多是被一种好运丰富富足这样的一个能量，这样的一个情感包围。我希望你们也能跟这组牌去产生一些共鸣，跟我一起兴奋，因为我真的就这个牌的能量太好了。还有就是你们在之后的那个事情发展也是会很快速、很迅速的，也会是很顺利的一个状态感觉今天是这样的话，明天就可能变样了。所以说你们可以在接下来去养成一个每天做 vlog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去拍一些照片，去保留之前的一些回忆或者是每天制作一个小视频去写你的一个日记让自己捕捉记忆当中的一切。还有就是你们有个圣杯皇后，就是我感觉你们在未来半年在情感上也是会让你们感觉很丰富很丰盛、很富足的。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在情感关系当中的，对你来说都很开心，没差。就是你想要朋友有朋友，想要恋人有恋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看你怎么开心怎么来了，因为你想要的你都有那好运就是停留在你这里的，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第3组的宝宝们可以在接下来时间去多去就是让自己一个最好的面貌去迎接就生活当中每一天吧。你就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把你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方式活出来，活出你自己的一个生命价值、生命的意义就可以了。
不要让任何人对你有情绪上的勒索，或者是就是行动上的一些勒索。你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你就是你自己的王，你就是你自己的女王，你就是你自己的国王，行不行？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任何话或者被 PUA 之后，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愧疚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就觉得自己不应该，自己不怎么样，不要对自己说不，不要对自己产生那种很自卑的情感，很自卑的心理。你要记住，你就是最好的，没有人比你再更好了。你是你生命的主宰，你是就世界之王，你知道吧？情感之王，世界之王。你能去决定你想要做的一切，你能去为自己去做一个很好的负责人。这边看到的是你们也是有这个权杖侍者的啊，就是你们在接下来半年可能还会有那种偏行动方面倾向的东西啊，就可能想要开始一些行动啊或者咋的。我其实觉得你的想法、你的行动力、你的开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厚积薄发吧，积累一些就是你们要的一些东西之后再去做行动，不要去太快去开展那么多的事情。要去积累一些经验啊，积累一些你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再去开展你们的下一步。还有你们圣杯牌特别多哦，这边有一个圣杯骑士。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半年，如果第三组宝宝们你们有想发展一个情感关系，就如果你们是单身的话，我这边看到是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感情在等待着你们的，然后还有一点点刺激哦。还有就是你们身边是不缺伙伴，不缺情感关系的。我这边看到就是如果你们想有的话，其实是一定有的，而且不止一个。你们会选择让你们的一些技能，让你的能力更加完善，在你们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去前进。所以说我会觉得第三组宝宝们，你们可能会在未来有一个就是倍增的能量倍增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啊，就是同时有利于你现实工作的一个发展，同时也利于你自身的一个发展。我这边看到是还有一些沟通的这个能量出现啊，就水能量圣杯的这个能量非常非常多。这边可以理解为就是你跟就是精神的一个沟通吧，你跟世界的一个跟宇宙的一个沟通。你们也会去想，就是你们的这个生活目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方面东西的一些沟通和细化。就如果你们想做 YouTuber 或者做什么，做灵性导师啊，做心理治疗师、培训师，做一些其他一些职业啊，都可以。你们可能会去跟你们所要做的一个职业去做一个有效沟通。就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 YouTuber，你们可能会去想你们要去怎么表达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传达你们的内容，如何进行一个有效沟通，用你这个视频的方式或者怎么样。如果是唱歌，如果是一个歌手的话，你可能会在就是创作音乐啊、旋律上面，可能会去跟你们自己的作品去做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啊。不管你们在做的是什么，你们要找到就是跟自己沟通的那个门户，并且提醒自己，活力才是真正的生活。你们会去真正去热爱你们的生活，热爱你们的工作，热爱你们所有的东西。你们会去做你们一直想做的东西，你们会去做你们后悔之前没有做的一些东西。我感觉非常好啊，这个能量。而且我感觉你们也会去做很多很多的尝试，就不管是灵性道路上，还是你们要做的一些工作，还是说你们要去学习的一些东西，我感觉对你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利、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啊。而且我感觉你们也会去吸纳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未来这个道路上，感觉情感你们也是不缺的，然后物质也是不缺的，主要是你们自身吧，自身的感觉也是一个很富足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会说第三组这个能量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能量，主要就是你们的一个自身的学习、自身的发展吧，还有就是你们要探索自己生命的一个意义，然后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吧，因为每一天对你们来说都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小天使给你的礼物，同时也是每天都是有很多东西需要你们去学习，需要你们去消化的。对你们来说，你们也是有这个幸运这个基因在的，幸运这个能量在里面的，所以说每天都是很幸运的。即使说你们可能遇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是感觉很倒霉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说为什么我就家庭不和呀，就是之前一些童年回忆突然就涌过来了，就为什么我就会比别人倒霉很多，或者说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会出现在我身上呢？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啊，它都是有两面性的，也不是说这个事情出现在你身上就一定是不好的。可能你再回头看，好像这个事情
再后来再看，好像就对我是一种教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意义啊，成长的意义。所以说，每个事情在当下看可能会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你以后再看的话，又会是另外一种态度了。所以说，这边也是有一个双面性、两面性一个道理存在的。所以还是说需要你们去多探索自己生命的意义、内心的一个价值吧。所以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去每天去感受你们的生命，感受你们自身的一个价值，去做好你们想做的事情，做好你们热爱的事情就可以了。那未来的话也是啥都不缺的，就要钱有钱，要情感有情感，你们本身也是不缺就是情感上支持的。反正还是非常非常好啊，就是你们身边到最后也是有一个骑士会出现的，虽然说就是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扎心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也是有一些需要你们去选择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我感觉你们如果是要做行动的话，我这边看到是希望你们可以就稍微就厚积薄发一点，不要那么着急就行动出来，因为在行动力上我看这边还是一个逝者的感觉啊，所以还是希望你去多思考一下，多去积累一些东西，积累一些行动之后再去走下一步，好吧？这就是给你们的一些指引和建议了，其他的也就没什么要说了，就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能量啊，又是一张这个太阳牌啊，太阳牌是我在这副牌好像第一次出现太阳牌，所以说非常非常好。那这就是第二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如果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也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珍惜当下，享受生活，乐在其中。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Hello， 第4组的宝宝们，你们好，你们选到是这个绿莲石，这个真的很像那个紫菜团子耶，也很想吃的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组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半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宝剑8，权杖6，权杖骑士，圣杯女王，星星，星币2，战车，还有权杖10。底牌是我们的力量牌。好，第4组的宝宝们给我这个整体感觉也是啊，在你们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面，感觉你们也是会有一个放任自由的一个感觉啊。你们也会知道，就是某些关系在你的生活当中已经结束了，你们呢也已经长大了。我这边可以看到这里啊。就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个那个圣杯皇后这个牌啊，还有就是星星牌，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已经长大了。这边我也是很明显能感受到第4组的宝宝们，你们在之前一段时间里可能也是遭受了一些业力的因果的一些东西啊，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在之前有一些人，你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人对你们做了一些伤害你们的事情。有一些人，他们把他们自身的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他们的愤怒啊、不幸，全部都投射在你们的身上。我这边可以看到有些东西啊，这里面是涉及到一个因果循环、因果报应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他们会过得跟之前一样顺风顺水或者怎么样的，风水轮流转，总会转到他的，所以说你不用去做什么动作，你就等待就可以了。会有一些东西来给他们教训的。所以说你不用去做一个报复的动作，或者是怀恨在心怎么样的，完全不需要担心啊，他们肯定是会遭受到一些报应的，也不用去太过的有一些消极的思考啊啥的，你就不要太消极，你要知道就风水轮流转，总会转到他们的，不要担心，不要介意。
还有就是这边也是提醒你，希望你能够去远离斗争，远离战斗啊。所以说你身边可能会有一些人跟你产生分歧啊，或者是特意的去故意的把你拉入到一个战斗的这个情景当中，没有必要去理会那些不想尊重你的人，或者是恶意去践踏你的底线的人，你不要去在意，不要去管他们。我这边倾向于建议第4组的宝宝们，你们如果是有一些战斗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分歧，生活中有一些分歧发生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远离，最好是远离战斗，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你就把重心放在你自己身上就好了。第4组的宝宝们，还有就是我这边看到，其实你们是想要去改变的，想要去做一个改变的尝试的。你们的改变的过程当中，我希望你们以自己为准，要觉得你们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要去思考你们真正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人，想要去到达哪一个高度，而不是说你想让别人周围的人之前的一些伤害你们的人看到你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你就是想给之前伤害过你的人一些苦头尝尝，让他们看看你现在有多优秀。我看到第4组宝宝们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也会去寻找自我，去看看周围的人对你们是抱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抱有什么样的一个目光的，然后你也会看看周围的人他们之前对你做了一些什么，让你落入到现在的一个境界，现在的一个地步。感觉第4组的宝宝们会倾向于去看周围人的一些反应，你会喜欢去从他们身上看到就是惊讶惊异，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把目光投入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就是一直在一个进步的过程当中让你过上最好的一个生活，不要被周围的一些人事物所影响。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在接下来半年时间里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的一点。你们要做出你们想看到的一个改变，要做出你想让世界看到你的这个改变。还有就是我希望第4组的宝宝们尽量在未来半年不要去做一些你并不想去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说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即便是比如说这个工作，打个比方，就这个工作你不想去做，但是薪资又很高，它的待遇很好，为了利益这样做，到最后其实你也不是会很舒服的。所以说我建议你们是如果能够远离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尽量远离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这个情况其实对你们来说，你们自身发展来说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好处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别人让你帮忙，你不好意思推脱，即便这个忙你并不想帮，但是你还是不好意思，还是违背本意去做了，但是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做这个事情并不舒服，你也并不想帮助他。这种东西有1次2次就有第3次，它以后还会有无数次，它总会有人来推着你，让你做一些你不太喜欢的事情的。所以点到为止就好了，一定要在该拒绝的时候就一定要拒绝，那不然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无底洞，就千万不要做一个烂好人的形象。我看到第4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也会有一个疗愈自己内心小孩这么的一个过程我这边看到这个圣杯女王，我看到你们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是会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自己内心上面，在疗愈自己内心小孩这方面，你们会在接下来半年去努力的做自己。然后我看到第4组宝宝们在接下来也是就满满的善良幸福光切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很纯洁的能量。你会在接下来半年有一个跟自己和解、跟自己道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我感觉你们第4组的宝宝们在之前可能某个时期、某个方面对自己有一些苛刻，所以我感觉你们在之前的某一个时期的那个心里面的弦、精神上的弦一直都是紧绷着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去放松自己。所以我会觉得第4组宝宝们，你们在未来半年可以去适当去冥想做运动什么的，让自己好好放松下来，让精神可以就是很好去跟宇宙达到沟通，然后很好去接收一些来自宇宙的讯息。即使你并不想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可能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心情很糟糕或者怎么样，甚至可能我这样的一个 reading 也会导致一些第4组的宝宝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不舒服。但是我想跟第4组宝宝们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样的一个流程对你接下来半年来说这个能量是你们必不可少的，也是你们很需要的一个能量。甚至来说你们可以把这个冥想或者是调整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当成是你们的一个工作，当做是你们每天必要的一个练习。
所以说还是挺抱歉，还是挺不好意思的。希望我第4组的这个 reading 没有让你们第4组宝宝们感觉太难受、太不舒服。没什么的，这就是对你们来说就必不可少的，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清除的过程。但是我要跟你们第4组宝宝们说的就是，你一旦就是打开了这个希望之门，就是沟通上之后，有了一个良好的沟通，跟你的自我、本我还有精神上高我达到一个良好沟通之后，你就会觉得那自己好像就很放得开了，就整个就很好的一个状态啊，很舒适，就没有一个像之前一样不舒服的那种情况，就不管心理上啊、身体上，就反正就是很 nice 的一个状态。同时，这些好的状态啊，这些舒适的感受啊，你身体啊还是内在给你带来的感受，也会带入到你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你会得到一个小小惊喜啊，小小的礼物啊，可能你会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所以我还是倾向于不太建议第4组的宝宝们仍然在未来半年是保持在一个就是缩在自己内心舒适圈的一个位置或者是不是内心的舒适圈，而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舒适圈。我不太希望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大胆去迈出去，然后大胆去做一个清理，还有一个改变吧。就如果你们是一直保持在这样缩在这样的一个小圈子里，缩在这8把剑中间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迎接你的下一个新的事物、新的惊喜、新的礼物是什么。那么你们永远也都会体验同样的事情，就是无尽的恐惧、无尽的糟糕的情绪的能量。你也不会知道你们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你们有多么的棒。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就开悟的一个方式，会让你就是思想开放，让你体验到很多你之前根本体验不到的一些情绪、情感，还有生活。不管是你的情绪上啊，还是说你的财务方面、财政上面，还是说你的情感方面、你的个人生活，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改变的，也能够让你变得很幸福，给你带来一些你之前意想不到的幸福和欢乐。当然，这些前提就是你允许有些东西是能够让它进入你的生活当中的，你是完全接受那些东西来到你内心、来到你生活当中的。就是你们要接纳一些新的东西进来，要去懂得改变自己的思维，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个情绪，还有自己的能量。然后你会发现，之前你好像，你比如说你见过这样的一个荷塘，见过这个地方，但是你走来走去，好像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反复，全都是这样同样的场景啊，都是雪地啊，都是池塘。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你走到河边或者湖边或者海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我还没有探索，世界上有深度的东西还有这么多，我自己还有这么多的潜力，我还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面，我还可以变成这样，我的生活也可以变成这样，然后我还可以遇到这样的人。所以对第4组宝宝们来说，对你们比较重要就是你们要尝试一下微观管理，而不是说一个宏观的这个现实情况上。你们首先要调整是你们内在，你们内在小孩，还有就是你们的身体能量的一个管理。因为就是你们要打开你们这个微观世界的一个门户啊，打开了之后，你们就会真的就发现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一切都是积极的，一切都是顺利的。然后你们也会开始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把你们从之前的那个舒适区推出来，把你们从之前的一个舒适区推出来，把你们推到一个比较让你们显得很积极、很冒险的，让你们显得很有力量的一个区域吧。同时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新的区域就是无尽的冒险、无尽的坎坷，还有无尽的不好的东西在等着你们的。你们同样是可以在一个新的地区、新的这个区域里面去建造你们新的舒适区啊，建造你们新的地方，建造你们像家一样的地方，就是走到一个新的空间、新的环境里面。你们要拥抱自己，拥抱自己的内在小孩，不要再像之前那样，就是被别人拖沓，被别人浪费你的时间，或者是，由于一些外在的一些能量、外在的一些情况、情境啊，去导致你做了一些就是很艰难的决定，或者是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一些事情，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们要在这里，你站着不动，就会有人爱你。同样的，做朋友也是啊。
他们要想跟你做朋友，你是什么样的人，他们都会跟你做朋友。所以你不用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别人，你要做的就是成为你自己，去了解真正的你。那些不是跟你真心做朋友的人，不是真心尊重你的人，你就踹走他们，让他们滚好吗？那些真正欣赏你、真正尊重你的人，即使你做了一些坏事，即使你再怎么做，他们也都是真心为你高兴的，他们也都是真的想把你当做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当做一个最好的情感关系恋人的。所以说，有兴趣的人，你怎么着，他们都对你有兴趣；对你没有兴趣的人，你怎么着做，你怎么去迎合他们，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必要去糟蹋自己。你要做的就是，你就是你自己的女王，谁看不惯你，你就把他们踹走，好吗？所以说，我就想让你们知道，并不是说你要去迎合每一个人，你要去在每一个人身上，你都用不一样的角色扮演，你去迎合他们，你没有必要去取悦任何人，你要取悦就是你自己。可能你们之前会觉得，为了寻找一点爱，也可能会就是去让别人消遣自己，你们会觉得自己这样做了，别人会不会更爱我，会对我更好一点？我只是想说，你们这样做就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在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所以说，即使是你们现在身边好像真的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身边就没有朋友；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会离开我了，或者怎么样的。每个人，你们的灵魂伴侣、灵魂家族这个体系啊，他们的一些能量啊，都是不一样的。可能你就不适合这个圈子啊，你可以等待，你可以去寻找，你可以向外延伸，你去找别人。但是你千万不要为了一些不适合你的人去做一些你并不喜欢做的事情，而去浪费你自己宝贵的时间。你们现在有的东西，你们现在没有的，你们现在所需要的情感现在没有，但是总归是会有的。你们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去糟蹋自己，糟践自己。你们身边也是有天使的，也是有天使围绕的，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你们在未来半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动作，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动作。你们会慢慢的变得，就不会为了一些人的情感啊，不会去为了别人的保全别人的一些尊严，保全别人的面子而去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情。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去决定去做一个切断，跟某一件事儿、某个人、某个关系，甚至是某个圈子去做一个切断。而且我这边看到是你们是并没有这个圈子重建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情感关系重建的一个想法，就是过去了它就会过去，你就跟他一刀两断。我这边看到是你们也是永远都不会回去到当时那个时光的，还是蛮好的。你们第四组宝宝们，我看到第四组宝宝们，你们也会去寻找更多跟你们能够产生共鸣的一些东西、领域、人事物啊。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永远去追寻、永远去追逐、永远去找你们热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阶段，去学习新的东西，去看到更多的东西，也会去接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这边看到第四组宝宝们，你们未来半年的一个整体能量，就是你会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取得一定的进展和进步。但是可能这样的一个动作啊，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路途对你们来说可能比较慢，可能说这条路对你们来说还是要走很远很远。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你们这个走的路途虽然是比较慢、比较远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之后再回溯到现在的话，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地基打得比谁都稳。因为其实你们仔细思考一下，就是你们生活当中，你周围有一些人事物，它发展很快的时候，它同时消亡的也会很快。这些都是一个轮回，这些都是因果的，都是悲业的。所以说，你如果想要你的之后的一些成果，你的成功是很稳定、很丰盛，并且持续丰盛这样的一个时期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在未来半年去好好努力，奠定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即使说你们可能会觉得未来半年还是会有一点点累，有一点点疲惫，但是你们还是在一个成功的路上不断去成长的，不断去攀升的。所以不是说你们在退步，或者是你们一成不变，生活平平淡淡，而是说你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你们真的是在一路成长的。所以之后你们生活当中出现的给你们的丰盛，给你的礼物都是持续不断的。所以不要贪图说你想要很快的出现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那些也是转瞬即逝的，来得快它去得也快，但来得慢它肯定持续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所以说，有价值的东西，它都是需要去付出一定的努力，付出一定的辛苦和精力的，还要付出时间的，这些都是成正比的。这些如果涉及到你的事业发展，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发展，你会发现你找工作很快，但是你攀升的好像很慢，或者说你起初你工作上、事业上很顺很快，然后后来发展就好像平平无奇、平平淡淡的，好像很慢啊。但其实你从之后你再回溯的话，你会发现你一直都在成长，都是平稳上升的。同样人际关系也是啊，你会发现你会跟这个人很快就聊到一块去了，或者很快就奠定了一个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怎么样？但是你们会发现，创建信任和创造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然后我这边看到是第4组宝宝们，你们在接下来半年，这个热情啊也有，激情也有，然后同时爱与恨这些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们在未来半年仍然会有一些之前的焦虑的情感、忧虑的紧张的那种情感的延续啊，但是我看到更强烈的一个情绪就是爱恨交织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但是这种情绪在这组牌里面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说在情感关系上，可能在未来半年还有一些需要第4组宝宝们去成长的一些东西啊，去学习的一些东西。就是感觉你们的课题还是有一些需要你们去完成、需要你们去解决的东西的，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是偏向于提醒第4组的宝宝们，不要对自己太过于苛刻，不要在就生活上啊、内心上就让自己太过于紧张、太过于忧虑啊啥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也都不是你需要去担心的一些东西。你要做的，你就是去保证好自己内心的健康，去保证好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就可以了。因为我看到你们整体的一个趋势，整体的能量就是你们在未来半年肯定是在一个缓步增长的一个趋势上的，所以有的事情啊，你们急也是急不来的，然后有些东西也是需要你们去切断的，去跟过去的一些人事物去做一个切断，然后这个切断动作之后，你们如果再加上一些冥想，再加上一些心灵的这个学习的话，你们会发现你们的这个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风顺水，每天都会变得很开心很快乐的。然后我感觉你们在之后也会迎来就是属于你们的希望吧，就是你们会发现自己好像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面，自己跟之前的一个圈子啊或者某个情感关系做了一个切断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就是放轻松了，无事一身轻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必要每天去强迫自己做一些不太喜欢的事情，强迫自己去委曲求全啊！因为你们之后的一个新的圈子是完全不需要你们去委曲求全的。因为你看我在你们的这个前期的一个部分，就感觉到你们已经是一个圣杯女王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你会不自觉的吸引旁边一些就是对你们很尊重的人来到你们身边的。而且我感觉周围其实是有很多人在欣赏你们的，很多人都在看着你们的一些成绩，看着你们的成就，甚至内心是为你们真正的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你们完全就没有必要觉得自己好像哪里做不好，自己怎么样，完全没有必要去为了让别人喜欢自己而去做一些事情让别人喜欢你。所以对，我感觉第4组宝宝们整个能力呀，还是就是内心的一个成长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个人能力也很好，就内心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成长一下，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大胆向前看，大胆向前走，你们未来还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们去探索，需要你们去学习的。所以不要拘泥于之前的一些事情，也不要拘泥于你们现在的一个舒适圈、舒适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这样还不错，这样还挺好。那如果改变了，我之后就没有朋友了怎么办？我之后就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千万不要这样想啊！你们如果不踏出去的话，你怎么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你们前方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那你们不踏出去的话，你们要一辈子就这样吗？当然不是了，对不对？当然我觉得你们这组有个力量作为底牌，还是不需要我太过于担心的，你们也是非常棒的一群宝宝们啊，所以那就加油啦，第4组的宝宝们，让我看看你们未来半年是会有怎样的一个成长吧，就去多学习，多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丰盛，更富足，好吗？那这就是第4组宝宝们的全部讯息啦，如果有符合到你们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点赞留言告诉我哟。那如果没有对应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毕竟是大众占卜嘛，
然后可能集结了太多人的能量，可能这组牌就没有对应到你们。你们可以去听我其他选项，或者是听我其他视频也都是可以的。然后这组牌我解牌是感觉解牌方式上可能会有一点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然后我也是真心的在为你们好，真心的去开导你们。如果是真的有对应到你们当中一些人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去按照我说的去好好调节自己。那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么就下次再见啦，拜拜。